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哎呀，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千啊！我们的女主角小玲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是公务员，从小到大都没受过什么苦，毕业于国内某知名财经大学，在一家外企做财务，年薪30多万。在北京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是中上水平了。小玲从小被父母灌输的观念就是找对象一定要门当户对，最好是经济条件比自己好，这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嘛。爸妈甚至经常和她说，闺女啊，你长得这么漂亮，工作又这么好，怎么也得找个年薪50万以上的，最好是有房有车的。就这样，小玲带着这样的期望值开始了她的相亲之路。可是谁能想到，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啊。事情要从去年夏天说起。那天，小玲参加了一个朋友组织的饭局，席间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杰。阿杰是朋友的大学同学，这次来北京是因为公司派他过来负责一个项目，预计要待半年左右。天啊，这个台湾男生也太有礼貌了吧！和我印象中的台湾男生完全一样诶。小玲当时就被阿杰的温柔儒雅所吸引。他说话轻声细语，眼神专注，听别人说话时会认真点头，时不时还会说是哦、对啊之类的回应。这和小玲平时接触的北京男生形成了鲜明对比。饭局上，阿杰和小玲聊得很来，两人还加了微信。之后，阿杰主动约小玲出去喝咖啡，小玲欣然答应了。就这样，两人开始了频繁的联系。然而，当小玲把阿杰的情况告诉闺蜜时，闺蜜的反应却让她犹豫了。台湾男生，他们薪水很低的啊。我表姐嫁到台湾去了，她老公月薪才4、5万台币，换算成人民币还不到1万5。你可别被骗了。是啊，是啊。我听说台湾那边经济不行，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被称为22K 青年，这才多少钱啊？你现在一个月随便都花这么多吧？而且台湾那边房价也不低啊，特别是台北，听说比北京还贵。你要是嫁过去，生活质量肯定会下降的。闺蜜们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小玲头上。没错，她虽然被阿杰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但一想到经济条件，她就犹豫了。毕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如何谈爱情呢？小玲把这些顾虑告诉了妈妈，妈妈更是直接台湾男生。你疯了吧？我看新闻上说台湾现在经济不景气，薪资水平停滞了20年。你辛辛苦苦在北京打拼，就为了找个比你挣得少的。再说了，你去了台湾，语言不通，没有朋友，离家这么远，多不方便啊。妈，台湾也是讲中文的啊，怎么会语言不通呢？小玲弱弱的反驳，那能一样吗？他们那边说话怪怪的，电视剧里不都是好呗是哦的，听着就别扭。妈妈一脸嫌弃。就这样，在家人和朋友的34劝说34下，小玲决定和阿杰保持距离，毕竟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也不长，何必为了一段注定会有很多困难的感情而纠结呢？可是感情这事哪有那么容易说放就放呢？虽然小玲决定和阿杰保持距离，但阿杰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小玲的疏远，依然每天找她聊天，分享自己在北京的见闻，有时还会送她一些小礼物。比如台湾带来的凤梨酥、珍珠奶茶店的新品，甚至是路边看到的好看的小饰品。哇塞，台湾男生真的好细心啊！小玲每次收到礼物都忍不住感叹，阿杰送的礼物并不贵重，但每一件都能看出他的用心。比如有一次小玲随口提到自己喜欢看某个作家的书，第二天阿杰就买了这个作家的新书送给他，还特地挑了繁体字版的，说这样更有台湾的感觉。更让小玲感动的是，阿杰对她的关心非常自然，不会让人感到压力。他不会过分热情到让人不舒服，但每次小玲需要帮助时，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有一次小玲加班到深夜，随口在微信上抱怨了一句，没想到阿杰二话不说就打车来公司楼下，给她送来了宵夜和奶茶。你不用这样的啦，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小玲有些不好意思。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加班很辛苦，吃点东西补充能量比较好。再说了，这么晚了，你一个女生回家也不安全，我送你回去啦。阿杰笑着说，就这样，
在阿杰的温柔攻势下，小林渐渐放下了心防。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每天和阿杰的聊天，甚至会在见面前精心打扮，希望能在他面前展现最好的一面。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下去，小林经常这样告诉自己。我们之间隔着海峡呢，将来肯定会面临很多问题的。但内心的声音却越来越响亮，可是他真的好温柔，好体贴啊。北京的男生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过？随着相处的深入，小林开始对阿杰的生活产生了好奇。在一次晚餐时，他鼓起勇气问道：阿杰，我听说台湾那边薪资水平不高，是真的吗？阿杰笑了笑，坦然回答：确实比不上大陆一线城市的高薪行业啦，但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差哦。我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月薪大概是7万台币左右，算是中等偏上的薪资水平。小林快速在心里换算了一下，7万台币大概是1.6万7人民币，确实比不上他在北京的收入。但他又想起闺蜜说的22K， 看来阿杰的情况要好很多。那你在台北的生活怎么样？房子住得大吗？小林又问。我自己买了一间小公寓啦，40平左右，虽然不大，但是离公司近，很方便。台北的房价确实挺高的，不过我们那边贷款利率低，月供也还能接受。平时生活嘛，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能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看电影，每年还会出国旅游1-2次。前年去了日本，去年去了泰国，今年本来计划去欧洲的，结果公司派我来北京了。阿杰笑着说。听到这里，小林有些惊讶。虽然阿杰的收入确实比他低，但生活质量似乎并不差。在北京，即使收入不低的他，也要和父母一起住，才能在市区有一个像样的住所。至于每年出国旅游，在各种房贷、车贷的压力下，也只能偶尔奢侈一下。其实台湾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社会福利挺好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广，看病很方便也不贵，教育资源也不错，大学学费比大陆便宜很多。再加上整体社会节奏没那么快，压力相对小一些，所以生活品质其实还可以啦。阿杰补充道。这次谈话让小林陷入了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对台湾的印象有些片面。虽然从纯收入数字来看，台湾确实比不上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但如果考虑到生活成本、社会福利、生活节奏等因素，台湾的生活质量似乎并不低。随着交往的深入，小林对阿杰的家庭背景也有了更多了解。有一次视频聊天，阿杰正好在家里，小林看到他房间里的装修很精致，墙上挂着几幅看起来就很贵的画。屋子虽然不大，但处处彰显着主人的品味，你家装修的真好看。小林忍不住称赞，谢谢啦。其实这些家具和装饰大部分都是我妈妈挑的，她对这方面很有研究。阿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在后来的聊天中，小林逐渐了解到阿杰的家庭条件其实相当不错。他父亲是台湾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的高管，母亲是大学教授，家里在台北市有几套房产，还有一栋在台中的老宅。那你为什么不去家里的公司工作呢？应该会轻松很多吧？小林好奇地问。因为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啊。阿杰认真地说，家里确实条件不错，但我不想一直依赖父母。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这样才有成就感啊。而且我爸也一直鼓励我们独立发展，不要太依赖家里的资源。小林不禁对阿杰肃然起敬。在北京，他认识的很多富二代都是直接进入家族企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工作，就靠家里的资源生活。而阿杰这种明明家境优渥却依然选择自己打拼的态度，让他感到非常钦佩。不过我也不是完全不接受家里帮助啦，阿杰补充道。我现在住的公寓就是家里帮忙付的首付，平时自己负责月供和生活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既有家人的支持，又能锻炼自己的能力。这次谈话后，小林对阿杰的印象又有了新的改观。他开始意识到，阿杰虽然月薪不如他，但综合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来看，他的条件其实一点也不差。在交往3个月后，阿杰邀请小林去台湾玩几天，恰好是5一小长假，小林欣然接受了邀请。这是他第一次去台湾，内心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小林在飞机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当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时，小林的台湾之旅正式开始了。阿杰开着车来接他，他的车是一辆普通的丰田，不算豪车，但很新很干净。欢迎来到台湾，阿杰笑着说，这几天我请了假，专门带你到处逛逛。第一站，阿杰带小林去了台北101大楼。站在观景台上，小林俯瞰整个台北市，被这座城市的美丽所震撼。阿杰给他讲解了101大楼的各种设计理念和防震系统，显示出他广博的知识。你知道的真多，小林赞叹道。因为我对这些建筑啊、设计啊都挺感兴趣的，平时没事就会读一些相关的书籍。阿杰谦虚地说。接下来的几天，阿杰带小林游览了故宫博物院、九份老街、阳明山、垦丁等地，还特地安排了1天时间去台中看他的老家。阿杰的老家是一栋日据时期的老宅，保存得相当完好，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非常漂亮。最让小林惊讶的是，在台湾期间，他发现当地的物价其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高，一些日常用品甚至比北京便宜，餐厅的价格也很亲民，而且台湾的服务业非常发达，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小店，服务员都非常有礼貌，让人感觉很舒适。台湾的生活节奏真的好慢啊，和北京完全不一样。小林感叹道。在台北，他看到人们步行的速度明显比北京慢，大家似乎都不那么匆忙。下班后，很多人会约朋友在咖啡馆聊天，或者去公园散步，生活方式非常休闲。阿杰带小林去了他平时常去的一家咖啡馆，老板和他很熟，看到他带小林来，还特地送了2块蛋糕。这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啦，阿杰笑着说。在台湾的这几天，小林也见到了阿杰的父母。阿杰的父亲是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谈吐优雅，对小林非常热情。母亲是个知性优雅的女性，见面就送给小林一条精致的丝巾，说是看阿杰朋友圈里小林的照片，觉得这条丝巾很适合他。伯父伯母真的太客气了。小林有些受宠若惊。哪里，应该的啦。阿杰常在电话里提起你，说你聪明又漂亮，今天见到本人果然名不虚传。阿杰的妈妈笑着说，这次台湾之行彻底改变了小林对台湾的印象。他发现台湾虽然在经济数据上可能不如大陆1线城市亮眼，但在生活品质、人文素养、社会氛围等方面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回北京的飞机上，小林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这几天的点点滴滴，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面临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小林从台湾回到北京后，感觉自己像是穿越了2个不同的世界。刚下飞机，北京的喧嚣、拥挤和快节奏就让他有些不适应。从机场打车回家的路上，司机连闯3个黄灯，一路上不停地按喇叭。小林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台湾几天已经习惯了那边相对温和的交通环境。回到工作岗位，小林更是感到强烈的落差。公司里，同事们争先恐后的加班，为了一个项目可以连续熬夜，领导随时可能在深夜发来工作信息，要求立刻回复。这些在以前他都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却让他感到窒息。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北京的生活这么累呢？小林忍不住在朋友圈抱怨。更让小林烦恼的是，回来后她和闺蜜们的聚会也变得不那么愉快了。闺蜜们依然在讨论谁家买了新房子，谁又换了豪车，谁的老公年终奖拿了多少，而小林却满脑子都是在台湾看到的美景和体验到的生活方式。玲，听说你去台湾玩了，那边是不是很落后啊？闺蜜小美一脸好奇地问。其实并不是 A， 台北的建设很现代化，交通也很便利，到处都是便利店和咖啡馆，生活挺方便的。小林反驳道，切，那肯定比不上北京、上海啊。台湾才多大一个地方，能有什么高科技？另一个闺蜜不以为然地说。小林想反驳，想告诉他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多么发达，想说台北的公共交通系统多么便捷，想分享台湾人的礼貌和友善，但他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不再争辩。他知道，除非亲身经历，否则很难理解两地的差异。回到家里，小林面对的是父母更强烈的反对。我就知道你这次去台湾没好事。妈妈一脸不满，那个台湾小伙子是不是给你洗脑了？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能有什么好的？你可别被骗了。妈，您根本不了解台湾。
小林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台湾虽然面积小，但是人文素养很高，街道干净，人们友善，生活节奏也没那么快。您知道吗？在台北，下班后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不会像我们这样拼命加班。那不就是懒吗？爸爸在一旁插嘴，不加班怎么挣钱？你看看你现在的工资，不也是靠加班挣来的？可是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挣钱啊！小林感到无比沮丧，父母根本不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就这样，小林发现自己回到北京后，反而更加想念台湾的生活。他开始质疑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价值观，难道高薪、大房子、豪车就是幸福的全部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林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一方面，他不断回忆在台湾的美好时光；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真的和阿杰在一起，未来会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这天，小林和阿杰视频通话时，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阿杰，我很喜欢你，也很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但是我担心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未来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阿杰温柔地问，比如说，如果我去台湾生活，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朋友和家人怎么办？我父母年纪也不小了，以后怎么照顾他们？小林一口气说出了所有顾虑。阿杰安静地听完，然后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理解你的担忧。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啊。比如工作，以你的能力，在台北肯定能找到好工作，而且现在远程办公也很普遍。至于家人，我们可以经常回大陆看他们，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接他们来台湾住。当然，这些都是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规划，不用一下子全部解决。阿杰的理性和耐心让小林很感动。他没有一味地说甜言蜜语，而是真诚地面对问题。这种态度让小林更加欣赏他。然而，父母的态度依然是最大的障碍。当小林试图和父母商量时，他们的反应比他想象的还要强烈。你疯了吧？妈妈几乎是吼叫着，你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凭什么要去台湾受罪？那个台湾男孩有什么好的？不就是嘴巴甜一点吗？你被骗了都不知道，妈，阿杰不是您想的那样。他很优秀，很体贴，而且家庭条件也很好。小林努力为阿杰辩护。家庭条件好？哼，那是他自己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说了，就算是真的，你去了台湾，不熟悉环境，没有亲人朋友，万一他对你不好了怎么办？你想过后果吗？妈妈的声音中充满了担忧。这一次，小林没有反驳。他知道父母是关心他，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心已经不再仅仅属于北京了。就在小林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阿杰所在的公司决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并邀请他长期驻扎，负责大陆市场的拓展。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小林兴奋地说。是啊，而且公司给我的待遇还不错，还提供了住房补贴。阿杰笑着说，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安排，最终我还是要回台湾的。听到这句话，小林的心情又低落下来。是啊，即使阿杰现在可以留在北京，但他的根在台湾，迟早要回去。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最终还是要面对分离或者一方放弃自己的生活。然而，命运似乎在帮助小林做决定。几天后，他所在的公司突然宣布裁员，而他所在的财务部首当其冲。虽然小林因为业绩优秀保住了工作，但公司的这一决定让他深感不安。这年头，谁还能有稳定的工作啊？今天保住了，明天呢？小林忍不住向阿杰倾诉。是啊，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景气。阿杰表示理解，不过危机也是机会。也许这是一个信号，让你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阿杰的话引发了小林的思考。是啊，与其担心被裁员，不如主动规划自己的未来。他开始认真考虑在台湾发展的可能性。恰在此时，小林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台湾回来探亲，两人约出来吃饭。这位同学在台湾已经工作生活了3年，对两岸的差异有着更深入的了解。说实话，台湾的薪资水平确实比不上北京、上海，但生活成本也低啊。同学说，而且台湾的社会福利很好，医疗保险覆盖面广，看病不用排长队，费用也很低。教育资源也不错，我女儿在那边上幼儿园，老师都很有耐心，
课程也很丰富。那你不想回大陆发展吗？小林好奇地问。说实话，起初我也很纠结，但久了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台湾的生活节奏。大陆这边竞争太激烈了，大家都活得太累。在台湾虽然挣得少一点，但生活质量真的很高。同学的回答让小林若有所思。这次谈话后，小林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他意识到，也许是时候跳出自己原有的思维框架，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回家的路上，小林的脑海里回想着这半年来的种种经历。他突然明白，自己对幸福的定义正在悄然改变。以前他总认为高薪、大房子、名牌包、豪车是成功的标志，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现在他开始思考，难道这些物质条件真的比精神满足更重要吗？小林决定列一个清单，比较在北京和在台湾生活的优缺点。北京的优点，工作机会多，薪资水平高，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消费选择多样化。北京的缺点，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环境污染，房价高企，人际关系复杂。台湾的优点，生活节奏慢，人文气息浓厚，服务业发达，医疗教育福利好，环境优美。台湾的缺点，工作机会相对有限，薪资增长空间小，远离家人，需要适应新环境。看着这个清单，小林陷入了沉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太关注物质和表面的东西，而忽略了生活质量和内心满足感。我以前怎么没想过这些呢？小林喃喃自语，难道我一直追求的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吗？他想起自己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早上挤地铁，晚上加班，周末要么补觉，要么赶场购物，很少有时间真正放松和享受生活。相比之下，在台湾的那几天，虽然行程安排得满满的，但他却感觉轻松愉快，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也许幸福不是由薪水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生活的质量和内心的满足感决定的。小林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挣扎，小林终于做出了决定。这天晚上，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了父母：爸妈，我想和阿杰在一起，将来可能会去台湾生活。意料之中，父母勃然大怒：你疯了吧？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爸爸气得直拍桌子。妈妈不同意，绝对不同意。妈妈更是泪流满面，你才认识他多久啊？就要为他放弃一切？你有没有想过后果？面对父母的强烈反对，小林这次出奇的冷静。爸妈，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但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我不是为了阿杰放弃什么，而是为了追求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在台湾，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可以过更加轻松自在的日子。这难道不是你们一直希望我拥有的幸福吗？小林的话让父母愣住了，他们从没想过女儿会有这样的思考。再说了，我也不是马上就去台湾定居，我打算先留在北京，和阿杰继续交往，同时了解更多关于台湾的信息，做更充分的准备。如果将来真的决定去台湾，我也会确保自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稳定的生活。小林补充道。看到女儿如此坚定和理性，父母的态度稍稍缓和了一些。虽然他们依然担忧，但也开始尊重女儿的选择。你真的想好了？爸爸严肃地问。我想好了。小林点点头。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我们虽然担心，但也不会强行阻止。不过你要答应我们，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回来。爸爸的语气中充满了关爱。还有，让那个阿杰来家里吃个饭，我们要好好看看他是什么人。妈妈补充道，虽然语气依然有些不满，但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了。小林感动得泪流满面，他知道父母的态度转变意味着多么不容易的接受和理解。在小林做出决定后不久，阿杰那边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公司决定将北京分公司扩大规模，并希望阿杰长期负责大陆市场。这意味着他至少在未来3到5年内都会留在北京。这真是太棒了，小林欣喜若狂，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也有更多机会了解彼此的家庭和文化背景。是啊，而且这样你也不用那么快做出决定，可以慢慢考虑未来的计划。阿杰笑着说，
不过我要提醒你，我最终还是会回台湾的，因为我的家人和根在那里。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小林点点头，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我发现自己其实也很向往台湾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在接下来的1年里，小林和阿杰的感情越来越深。阿杰也顺利地融入了小林的家庭，通过不断的接触和沟通，他的诚恳和礼貌打动了小林的父母，这孩子人不错，有礼貌也很上进。小林的爸爸私下对妈妈说，虽然是台湾人，但看起来很靠谱。确实比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北京小伙子强多了，妈妈也不得不承认。而且他对玲玲真的很好，处处为她着想。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年，在这1年里，小林和阿杰的感情更加稳固，两人也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这天，阿杰神秘兮兮地告诉小林，他有一个惊喜要告诉他。什么惊喜？小林好奇地问。我们公司决定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需要有人经常在两地往返，负责协调工作。我申请了这个职位，昨天刚刚得到批准。阿杰兴奋地说。这么说，你要经常往返两地了？小林有些惊讶。是的，我每个月大概会在台湾待2周，在北京待2周。这样，我们即使结婚后住在台湾，我也可以经常回大陆，你也能经常见到父母。阿杰笑着解释。你是在向我求婚吗？小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本来想找个更浪漫的场合的。阿杰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过既然话题已经到这里了，那就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单膝跪地。小林，经过这1年多的相处，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你愿意嫁给我吗？小林感动得泪流满面，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我愿意。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